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为什么饭店中的清汤面几块钱一碗，吃起来味道就那么香呢？原来技巧在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吃清汤面的话，一定要把今天的这个视频看完哦，准保你自己在家做出来的清汤面，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。首先，我们先往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量根据自家人口的数量来定，把水烧开。接下来准备一点调味品，调味品只需要准备几瓣大蒜，想要吃面香，那么大蒜少不了。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剥蒜的技巧。剥大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大拇指和食指抓住大蒜的两端，稍微一用力往中间一捏，蒜皮就剥开了，这样蒜皮很轻松的就被取下来了。还有一种更快捷的，连皮用刀背把它一拍，大蒜被拍碎后，蒜皮一剥就下来了。这个方法就是不用剥蒜皮，但是比较适合用蒜末。如果用完整的大蒜就不适合用了。接着我们将大蒜切成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好，这样可以让蒜香味更好的被释放出来。然后用菜刀将它剁得碎一点，剁好后收入碗中。接着再准备几根绿油油的小香葱，葱白处把它切得碎一点，这样可以让香葱的香味更好的被释放出来。切到葱叶的地方，把葱叶切得粗一点，这样切出来的葱会更好看哦，颜色也更翠绿，搭配在面里面看起来更有食欲。切好后和大蒜放一起。不喜欢吃香菜的朋友，这里准备一把香菜，再把它切成这种的香菜末，不要切得太长了。香菜虽然香，但是如果切得太长的话，香味不容易释放出来。切得碎一点，这样会更香。切好也放进盆子里面，接着再加入一勺猪油进来。做清汤面的时候，加一点猪油，可以让面条吃起来更加的爽滑爽口，就算没有肉也能吃出肉香味。调味只需要加一点点食盐，一小勺鸡精，一小撮胡椒粉就可以了。再来少许生抽，少许陈醋。清汤面要酸爽开胃，那么醋是少不了的。料碗调好后，这个时候锅里面的水也似开未开，现在往里面加入一勺盐，想要清汤面吃起来爽滑不黏腻，那么加一点食盐，可以增加面条的劲道，让面条不容易断，吃起来更加的爽滑 Q 弹。用勺子将食盐搅拌至完全溶解。这个时候把面条准备好，想要面条吃起来爽滑劲道，那么这种的圆面条比宽面条要好一些哦。等到锅里面的气泡变大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面条放进锅里了。现在开大火，用筷子轻轻地搅拌面条，让锅里面开起来。想要面条劲道爽滑不糊汤，那么整个煮面的过程我们都要保持大火来煮。很多人煮这种的干挂面都喜欢开水下锅，因为像这种的干面条它本来就严重缺水，直接开水下锅的话，那么容易把面条煮断，煮糊汤，甚至出现面条外面已经粉糯糯的了，中间还是加生的情况。正确的煮法是当水似开未开的时候，就把面条放进去，然后保持大火来煮，这样煮出来的面条才更容易熟，不会出现硬心的情况。锅里面完全开起来后，往里面加入150毫升的冷水进来，主要是为了让锅里面的温度快速下降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：三开饺子两开面。
意思就是我们煮饺子的整个过程中，需要加入3次清水进来，而煮面需要加入2次清水。每一次加入清水过后，我们依然保持大火，让锅里面再一次沸腾。如果汤面上有一些浮沫的话，可以用勺子将多余的这种白色浮沫打掉，这样煮出来的面汤就非常的清爽，不会糊汤了。到锅里面再一次完全沸腾，这个时候再往里面加入100毫升的清水，再次给锅里面降温。这个过程我们用筷子不停地搅拌面条，可以防止面条出现粘锅的情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直到锅里面再次沸腾起来，这个时候不要犹豫，立马关火，将面条立马捞出来。在此之前，先盛入2大勺热汤，倒进我们刚才的料碗中，把所有材料的香气激发出来，将里面的猪油完全溶解。用筷子搅一搅，可以加速猪油充分的溶解。将里面的调料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调成一个汤碗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迅速将面条盛入汤碗中。面条煮好之后，千万不能在锅里面一直泡着哦，立马关火，立马将面条盛出来。泡久了之后，面条变得软绵绵的，粉糯糯的，就像在吃面粉一样，口感超级不好。全部盛入碗中之后，搅拌搅拌就可以开吃了。以这种方式做出来的清汤面，劲道爽滑又 Q 弹，不管是从卖相上面来看，还是从口感方面来说，都比外面面店里的还要好吃哦。看一看里面的面条，根根分明，没有出现任何的粘连和断开的情况。一边吃面一边喝汤，超级的开胃又过瘾。别说是大人了，就连家里面的小孩都超级爱吃，尤其是家里面的小孩，每次做上这么一大碗，一个人就抢着吃完了。想要营养更丰富的，我们还可以在里面放2个煎鸡蛋，这样吃起来营养就更全面了。喜欢吃清汤面，却又不知道怎么做的朋友，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